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家身边一定都有的某 Kevin， 又到了从零开始的新技能这个系列。这系列就是看不会某些内容的我学习心路历程。那这次我学习的是串接 ChatGPT API。一开始我没有打算要把 ChatGPT API 跟 Google 表单结合，这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你只是想看 ChatGPT API 怎么结合 Google 表单方法，可以直接跳转到快速总结那一段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这边要先说，不要看到写程式3个字就害怕。最近有一个概念，因为 ChatGPT 火起来，叫做讲人话来写程式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不用再像以前花很长时间，然后学怎么从让萤幕显示 Hello World 开始，一步一步这样子学习程式语言。现在你只要会说人话，就可以写程式了。特斯拉的前 AI 部门主管卡帕斯曾说到，最热门的新程式语言是英文。不过我帮他补充一下，因为现在中文也可以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概念，长久以来人们就致力于用人话来让电脑解决问题。现在的各种热门程式语言，其实也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能够更容易的跟电脑沟通的高阶语言。其中高阶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，这些语言已经很接近人话了，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还是很难就是啦。直到 ChatGPT 的诞生，像我之前就曾写过一个Google 表单的功能，那时候还想说买 Google Apps Squared 的书来学，一边查书或查网路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有写过的内容，然后一边想我这个功能要怎么样实现。陆陆续续大概想了好几个月吧，中间当然还有卡在某一些问题啊，所以分心去做别的事。但自从 ChatGPT 出现之后，我某天突发奇想，我是不是可以让 ChatGPT 帮我完成我想要的功能呢？结果没想到跟他沟通没多久， ChatGPT 就帮我协助完成了这个功能了。那当然过程中 ChatGPT 也是有错，以及也有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好，所以让 ChatGPT 帮我解释代码，然后以及慢慢的一行一行问他说每一个代码是什么问题后，最后就解决了。但是如果这个是在过去没有 ChatGPT 的时候，我花相同的时间，可能只是还学会某一个函数而已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不会写程式，但是可能已经可以利用 ChatGPT 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软体。那套老高曾经介绍的一本书《2040年的未来预测》里面曾经提到过，能够接受新鲜事物，往往更能够准确预判未来，接受新的讯息，掌握更多机会，进入胜利组。所以不要看到程式语言就害怕，新的时代来了，现在有 ChatGPT 加持，写程式真的变得很简单。那为什么要学 ChatGPT API 呢？那网络上其实已经有很多ChatGPT 的插件，有的可以帮你写 email， 有的可以像是 ChatGPT 万能工具箱这样的工具，它可以帮你用书签去设定提示词在网址里面，然后或者是说在回应的地方有一些自动提示按钮等功能。那虽然这些工具已经很方便，但为什么还是想要学串 ChatGPT 的 API 呢？那首先我们先得说什么是 API。API 是方便程式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成ChatGPT API 是可以让你更方便使用 ChatGPT 的工具，让你不用只受限于 ChatGPT 它原本的聊天框，在那边打一段字，然后又要等它回应。那你甚至可以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式，批量的把问题用 API 丢给 ChatGPT 处理。像是网络上就有大神推出用 Python 搭配 ChatGPT 的 API， 让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纯自动的去翻译整本电子书。那然后既然前面刚好提到我们都已经有进入了ChatGPT 时代了，那加上在3月2号的时候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的 API， 那而且它的收费大幅降低 90%， 对，你没有看错，收费只有之前 API 价格的1/10，而且性能没有比较差。那像是以我之前翻译的测试来看，它甚至比贵10倍的达芬奇旧的模型还要好。所以我就膨胀了。我想说，既然现在写程式都可以靠 ChatGPT， 那我今天是不是也可以串
ChatGPT 的 API， 以后甚至可以写一些我自己的客制化功能了，所以就有这部影片啦。然后在开始之前，我这边要先说一个前提，我虽然没有串过 ChatGPT API， 但是我长期也是碰过很多其他软体，甚至有写过类似程式语言的工具，像是有一些常被用来打电动的工具 AutoHotkey， 它可以做一些类似按键精灵的事情，那也算是一种比较容易上手的程式语言。然后而且除了 Excel 函数，我也稍微用过像是 Excel 的巨集啦，或者是 Google 的 F-Scripts， 或者是有稍微学过一些 Python。不过我不是专门在写程式，所以我的理解的还是很基础的。那这部影片会用到的程度，大概你如果有看过帕帕亚的电脑教室里面 Python 系列，大概就可以了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他的影片，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。然后大部分的程式语言逻辑差不会太多，所以即使是不同的程式语言，常常逻辑也是差不多的。所以你可能会觉得，我学的比较快，但这不是因为我作弊，可能只是因为我尝试从用像Excel 函数，或者说刚刚前面提到的 AutoHotkey 的习惯，它的逻辑来操作或摸索。所以经验的多寡，你可能会学得慢，或者是学得快，这会因人而异。但我还是会遇到问题，也会需要查东西或练习，所以我会尽量把这个过程重点揭露出来。那如果大家遇到问题，我的解决方式或思路是什么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心理建设。那接下来就是我学习的过程。那因为学习时间很长，所以我用加速播放跟解说。那有一些 bug 的找的过程，我就不特别录了。OK， 开始。一开始看到 Mako 维克频道的这部影片，里面有教怎么样用 Excel 搭配 OpenAPI， 那个影片的连结会放在说明栏。那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怎么使用，或者说怎么样拿 OpenAPI 的精要的细节，可以去看它的影片。那它是使用 Excel 中的 Brainiac 插件，它原本可以用达芬奇的这个模型来调用 API。就是比 ChatGPT API 的模型贵10倍的那个旧的模型。那但是我想要试ChatGPT 的模型的时候就不行了。ChatGPT 的新的模型叫 GPT 3.5 Turbo。那因为我看过 ChatGPT 的模型说明，里面有提到它的调用方式应该是跟旧的模型不一样，所以可能需要调整。那我测试的时候是3月7号，所以这时候这个插件可能还没有更新。然后我有看它的调用的范例，里面有写到说Python 的调用范例。那因为我之前有稍微碰过一些 Python， 所以我就想说尝试用 Python 来串 API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原本以为我只要复制官网 Python 的范例贴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的错误大致上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复制贴上，可是我没有加入 API key。那原本我这边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啊，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有可能想说，会不会是官网的调用范例只是试用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测试，所以我还在那边查说我是不是OpenAI 的那个套件安装方式是错的，或者是环境啊什么之类的步骤是错的，所以这边搞了很久。那结论就是很明显是我想多了，就是你还是需要输入 API key。然后输入 API key 之后就出现新的错误。那这边我 Google 了一下这个错误，就是看到有人说它是需要添加信用卡讯息，所以我就先去设定信用卡。然后这边设定信用卡不会收费，OpenAI 它也会提供一个$18的额度让你测试。虽然官网上面是写$5啦，可是可能他们后来忘记改官网了。但我在这边是可以看到它是显示$18。然后不过即便是收费，它是用最新的 ChatGPT 3.5 的 Turbo 模型的话，就是它还是很便宜的。OK， 那设定完之后我就继续测试，然后这边一开始也是没有成功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之前的金钥产生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设定信用卡，
然后所以我又重新去设定一个新的，然后原本跑的时候还是卡了一下，觉得还是有问题，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成功了。可能中间的等待时间是在等 API 的回传的时间吧。然后到目前为止这边我觉得有2点比较麻烦的，因为它返回的字串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它没有正确的断行，然后第二个是它没有把 Unicode 转成对应的语言，像我这边讲的是中文，它回应的是 Unicode。那虽然后来我还是找到方法了啦，但是当下的时候我是想说那有没有人现成写好的别的工具，然后而且它是直接串好 ChatGPT 的新的 API。 那最后我是找到一个应该是印度人的影片，他教了 ChatGPT API 怎么样去结合 Google Sheet， 然后我就看了他的影片，稍微看了一下。那这个印度人他是讲英文，但是大家也不用觉得说不会英文怎么样，因为他其实在讲什么我也没有很认真听，我只是从画面上面大概理解到说他在上面的选单新增了一个 ChatGPT 的选单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可以设定不同的功能吧，然后他在说明栏里面有放代码在 GitHub 上，那我也会把他的这个代码连结放在底下说明栏。然后反正我去直接看他的代码，稍微瞄了一下，我也没有很认真看，没有看得很懂，但我想说我就也不管，我就先 copy 他的代码，直接放在 Google Sheet 里面操作看看。那一开始存代码看起来是没有作用，然后我还尝试刷新了一下网页，那看起来还是没有作用。然后我是后来回头去看这个我录的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说其实选单已经出现了，那是我后来回看的时候才发现的。那我后来自己有另外试验过就是其实你只要代码储存好，重整试算表，稍微等一下它应该就会出现选单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执行选单里面的选项，它会跟你要权限，那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。那在我的尝试中，我发现执行还是会出错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因为我是完全复制那个印度人的代码，但他代码里面我没有输入过自己的 API 精要，所以我又把它改了一下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申请OpenAI 的 API 精要的话，可以去看 Mako 的微课频道的影片，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。最后就是我尝试执行它选单里面的内容，然后原本以为是像 ChatGPT 一样，就是我输入我要的指令，然后执行就可以了。可是看起来它输出的东西好像不是翻译，所以我这边还懵逼了一下。然后后来看选单上面的名称，我才发现说它上面的功能本来就写说这是产生关键字的功能，然后我就回去看代码。想说它既然可以设定不同的功能，那我也可以尝试把它的功能改成翻译的功能。我是没有很认真看代码的细节，但是我只是稍微的简单的推理一下，因为它选单上面的名称跟功能是联动的嘛，所以我想说我就复制这一段function，然后把它改成别的名字，那我再改一下里面的题词，那应该就可以在上面新增我想要的功能了。然后这边中间有稍微出错，这边中间出错的原因是因为冒号的位置错了，那这边稍微修正一下都可以了。而且即便你出错的话， Google Apps Script 它也会直接告诉你出错的地方在哪里，很方便。然后等到存档后Google Apps Script 再报错，我就再尝试执行，但这时候又出错了。这个错误我看不太懂，然后我原本想说是不是冒号的关系，因为我刚刚在写题词的时候已经有包含指令了，那我的内容是不是只要改成只有内容就可以，就是我只要改成说我想要翻译的文字这样，然后就成功啦。那这样子就是可以直接在 Google 线上表单上输出想要的功能了。OK， 那从开始研究到完成这个 Google Sheet 的串接
ChatGPT API 其实总共花了大概2到3小时哦，我刚刚只是快转而已。然后最后我稍微测试之前翻译过的内容，那我发现它翻的跟我直接在 Python 里面给 ChatGPT 3.5 Turbo 里面翻的一样，那只是说它多了一个步骤，就是直接帮我把 Unicode 转成对应的语言。那这应该是 Google 本身的功能吧，我猜的。那但是这样就省事多了，因为我就不用找怎么样把 Unicode 转成语言的方法。然后后来我还尝试让翻译一个文章的标题，就是这个翻译完总共花费了73个 token。那以官网的这个说明来说，1000 token 花费0.002美金，那等于只花了0.000146美金。那这个数字看起来太小了，不够直觉。那我们假设 API 在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情况下，你每1秒钟你就可以问 ChatGPT 一个这样子的长度的问题，然后你一天连续让你可以问个2个小时好了。那再假设你1个月工作20天，你工作期间你每一天都这样子问，每天都问1个2小时，那总共也只要花21.024美金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常用 ChatGPT 的人，搞不好这个花费可以比你买 ChatGPT Plus 的20美金还要少。然后，而且我自己是觉得 ChatGPT 3.5 Turbo 的新的这个模型，比它贵它10倍的这个旧的模型翻译的还要好。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，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旧的模型了。那所谓的特殊需求是像微调。那这个微调的功能具体可以做什么，其实我不是很清楚。但以我现在对于 GPT 的这个需求的功能，应该就已经可以很大幅度的提升我的工作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快速的总结一下方法： 1. 从 OpenAPI 产品页面登入； 2. 右上选单选账号管理，然后先在账单，然后付费方式，添加你的信用卡讯息，然后这边不用先付费，因为 OpenAPI 它会提供你3个月内的18美金的测试额度。那虽然官网上面写5美金了，可能他们后来忘记改官网吧。然后3，产生 OpenAPI 的金钥之后，这边要先记得先把金钥存起来，因为你只有在产金钥的那个当下可以复制。那如果不小心错过也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删掉旧的，再重新产一个新的金钥，但就是要记得复制。然后4，就算看不懂代码也没关系，你就直接复制印度大佬的代码，然后贴在Google 试算表里面 AppScript 里面。5，把你的 API 金钥替换代码里面的这段 SK 叉叉叉叉，然后请保管好你的金钥，因为只要有这组金钥，就等于可以用这个金钥的使用者的名义来使用 API。那如果被使用超过18美金额度的话，那你就真的要付钱了。6，然后重新整理你的 Google 试算表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那使用方式也很简单，比方他写的这个generate keyword 的这个功能，就是在储存格上面打你想要的生产的关键字的内容，然后点上方的这个 generate keyword 就会帮你产生关键字了。OK， 那之后的话，你就是可以自己想要新增什么样的功能，像我的话就是新增翻译的功能嘛。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，那你就可以在 Google 表单上面制作成各种工具了。比方说你可以设计让 ChatGPT 做不同的事情，像你想要批量生产内容，或者是什么样的功能。那因为它是在 Google 表单上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设计你想要的功能跟格式。那或者是说你对于想要做哪些功能还没有一些想法的话，你也可以参考网络上已经有人做的网站ChatGPT 指令大全。那上面已经有给出各种方式怎么让ChatGPT 协助你做事。那我把链接放在说明栏。OK， 那最后就是结尾，虽然在很短的未来之内
微软的 Office 或者是Google 的 Workspace 可能就可以整合更好的 AI 工具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觉得能走得比别人快一点点，总不吃亏吧。套一句最近蛮流行的一句话，会取代你工作的不是 AI， 而是比你会用 AI 的人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的学习历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支持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对影片有什么看法。拜拜。